们送完旅伴去搭飞机后，这一天的行程都在雷克雅维克进行。但可能我们的运气也差不多用完了。这几天冰岛的风都超级大，所以收音的部分请大家见谅。在市政厅里，我们偶然发现一个巨大的冰岛立体地图。一向很喜欢看3D 地图的我，也借此机会回顾了一下我们过去几天的旅程。如果你还没看过前几集的精彩冒险，也欢迎到前几集一起回顾我们这趟难忘的冰岛之旅。我们的飞机抵达克劳埃夫机场后，租了车，经过雷克雅维克，开始第一天的行程。首先到了经典的黄金圈3大景点，然后开始往南岸出发。经过了塞里亚兰跟斯科加瀑布后，到了维克以及黑沙滩，结束了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接着穿越整个南岸公路，经过羽毛峡谷，到了瓦特纳冰原，进行我们的冰船践行。接着来到超级梦幻的杰古沙龙冰河湖做橡皮艇。接着经过东南角的赫本后，就继续往北开，一路绕过东北角后，再往西走，到了代提瀑布。最后在米湖区住了2个晚上，并游览了当地所有因为火山活动而形成的景点，真的非常精彩。接着继续往西开，在阿库雷里吃了午餐后，一口气再往西南边开了4个小时，到了全欧洲最大的熔岩地穴。那西北角这个半岛我们就直接跳过，那本集就会到最后的斯奈山半岛去玩。接着再往南回到雷克雅维克，完成我们的环岛旅程。我也会把我们的详细行程表附在说明栏里。来到雷克雅维克市区，我们首先到了它在地的超人气小吃店 Icelandic Street Food。这家主打的是传统冰岛汤品，有3种口味可以选择：羊肉汤、海鲜汤以及蔬食蔬菜汤。你可以选择用碗装，或者更特别的用面包碗来装汤。重点是汤可以免费续加，只要你的面包碗还没破，就可以一直装汤喝到饱，真的非常划算。店里的气氛也很轻松温馨，还会附上免费的现烤松饼，搭配果酱跟奶油，吃起来超幸福。我们接着来到雷克雅维克市中心最缤纷的一条街——彩虹大街。这里不只是色彩斑斓的打卡圣地，更是一条充满活力的小巷，沿路有许多特色小店、咖啡厅与街头艺人。远远的就能看到这座地标性的建筑哈尔格林姆斯教堂，它是冰岛最高的教堂。从雷克雅维克市区内，几乎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它的存在。它的建筑灵感来自玄武岩岩柱，线条简洁却充满力量。你看是不是跟第一天我们走在黑沙滩的玄武岩柱墙非常像？这2天的风真的超级大，常常很难站稳，跟台风一样。碰得到就吹掉。没有，就是走路都要很小心。好，身体往前倾，不要夸张。平常也可以搭电梯登上钟楼，俯瞰整个雷克雅维克市区，但我们的运气不好，电梯刚好在维修，所以没有看到。这个教堂的建造工程极为漫长，从1945年开始动工，直到1986年才完工，超过40年。我们在雷克雅维克市区闲晃完后，决定来看这里的 Lava Show。这绝对是整趟旅程中最意想不到的体验之一。现场把火山熔岩以1100度C 的高温现炼重现，岩浆在你面前咕噜沸腾，冒烟翻滚。还能近距离听见它冷却时的碎裂声音。It's slowly cooling across the ice now. We got some sputtering and some bubbles, but what we're going to focus on at this point is the fluidity of the lava. As you can tell, when it's so extremely hot, it's extremely fluid. It'll run down here quite easily with the help of my stick, of course. Okay. And also, when it's this fluid, you can also see these in nature. It falls off the edge of a cliff, it's picked up by the wind. And there you have Pele's head. Now, Pele's head formed just like that, so nice off the edge of a cliff. Wind picks it up. The wind today would do wonders on an eruption, that's for sure. And then you get all of these lovely Pele's heads everywhere, okay? And
Absolutely. Very glassy noise, isn't it? That is because as my basalt lava cools down rapidly, it will form a volcanic glass. Somebody shout out a volcanic glass they know. Thank you very much, Minecraft players. Absolutely. Yes, obsidian, the most well-known volcanic glass out there. Dragon glass in Game of Thrones. But here, yes, you get some nice volcanic glass. Okay, now, it's not always shiny. It's not always glassy sounding. Anybody here got some pumice stone at home? Pumice, you've ever used it on your dry skin or whatever? A rock you rub on you, whatever. That's volcanic glass. We are glowing hot on the inside. Glowing hot lava is over 600 degrees Celsius, okay? Well over 600, it will still emit visible light. When it goes below 600, it does not have the energy to emit the visible light. That is when it darkens, and that is when it fools people into thinking it's cooled down enough. No, it's gonna be hot for a long time. Molten hot lava, because that's what's happening to your hands. What I have had is people lean over to try and grab some of this stuff. It's still also incredibly hot, okay? These pieces can range still over 200 degrees for the rest of the show, absolutely. So nice and hot, do not touch. 参加这个岩浆秀，真的学习到非常多关于岩浆的资讯，以及火山活动是如何形塑冰岛的地貌。如果这辈子没看过岩浆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到现场去体验岩浆带来的热感。你甚至可以在市区购买冰岛特有的熔岩陶，这是将火山熔岩碎屑混入釉料后高温烧制而成，会自然流动出像岩浆般的纹理，就像是把冰岛火山带回家一样。结束一整天市区的行程后，我们回到旅馆煮晚餐。自己煮晚餐也是冰岛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预防水土不服，一方面也预防自己破产，一定要好好规划。隔天我们顶着暴风雨前往了斯奈山半岛，千万不要小看冰岛的暴风雨，我甚至在路边看到了被吹翻的露营车，所以建议出发前尽量多使用这个网站关注天气动向。一开始我们就前往了我期待非常久的景点。今天来到了大概第8天，我们一路从雷克雅维克往北开到了斯奈山半岛的最北部的地方，这里就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就是叫华特密迪从那一个酒吧走出来，然后要跳上了对面的直升机，这是我们现在车的地方。如果还没看过《白日梦冒险王》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它除了是最佳冰岛旅游宣传片，看完后也真的会想勇敢跨出生活圈，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壮游。离开酒吧后，我们前往草帽山，并在草帽山附近临时发现一个蛮漂亮的瀑布，于是下车徒步前往。OK， 我现在是来到在草帽山附近临时发现的一个瀑布，叫 Gunda Falls， 离草帽山非常近。那你可以停在外面走过来，单趟至少可能要抓20到半小时。然后其实后面的路也不好走，但是走到它的下面后，就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瀑布，还蛮值得的啦。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稍微往里面走。离开瀑布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冰岛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草帽山。因为它特殊的造型，加上前方的瀑布，几乎成了摄影师的必拍角度。它也曾经出现在《冰与火之歌》里，被称为箭头山。我们到的时候天气有点阴，不过山形依旧非常壮观，尤其搭配周围的绿草、白色的瀑布，真的非常梦幻。虽然只是短暂停留，但能亲眼看到这个冰岛最经典的地标，还是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离开草帽山之后，继续沿着斯奈山半岛逆时针前进，开了好一段路，远远的，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画面，一座红色屋顶、白色墙身的教堂，静静地立在远方的草丛中。相信这一幕对台湾人都不陌生。没错，这正是我们从小到大在做视力检查时常常看到的那张图的灵感来源。
这座教堂被认为是冰岛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因为它的位置特别开阔，背景又很壮丽，也成为不少新人拍摄婚纱照的热门地点。这大概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旅客想要走街进去看的景点，因为走太近就失去它的味道了。其实冰岛的教堂建筑真的非常多样，很多教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所以如果你对建筑有兴趣的话，在冰岛旅行途中也不妨多留意沿途的教堂，记录它们的样子，也会是很有趣的一个主题。例如接下来我们到的这一站是斯奈山半岛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布迪尔黑教堂。这个黑教堂之所以特别，除了因为它罕见的全黑木造外观，还有它所在的位置。这里没有热闹的村庄，也没有其他建筑，只有一大片荒凉的熔岩园与低矮的山丘，把教堂孤独地衬托得格外醒目。这座黑色的建筑在冰岛特有的灰色火山岩与变幻莫测的天气中，营造出一种神秘宁静又有点诡异的氛围。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是在山半岛南站的一个空港，就是海豹海岸、海豹沙滩。最近风真的超级大，天气很恶劣，所以目前乍看之下都还没有看到海豹。希望我们找一下可以找到。我们的运气真的非常差，风超大又超冷，海豹全部都神隐了。我们在沙滩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吹风快1个小时，只看到远远的一坨东西。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可爱海豹画面的话，欢迎观看我们的第2集冰河湖游艇之旅。今天天气实在太差了，我们走了半天，前面刚刚都只有远远的看到头，水里探水，他们都待在水里，可能水里面甚至比较温暖。然后现在就看到远远的那边有2、3只在那边休息，但是天气非常恶劣，然后很湿滑，其实也很危险，不要尝试走进去，而且他标示很清楚，夏天的时候要距离海豹100公尺。都靠太近，所以很可惜没有办法近距离观察到海豹。放弃寻找海豹后，我们告别了这座沙滩以及斯奈山半岛，往回开回了雷克雅维克，收拾行李，准备迎接我们最后半天的行程，也是吹了一整天风以后非常需要的行程。OK， 我们终于来到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天了，东西已经全部收拾好。我们来到我们今天唯一的行程，就是在去搭飞机之前，来雷克雅维克市区的 Sky Lagoon 泡温泉，泡我们这一趟第3次的温泉。那这个 Sky Lagoon 虽然比蓝湖 Blue Lagoon 还要市区，但是好像比较小众，比较秘密景点一点，所以我们今天来尝试看看。一走进 Sky Lagoon 就能立刻感受到它与我们之前去过的米湖及蓝湖温泉完全不一样，整体氛围更高级，更有质感。从接待柜台到更衣室的设计与细节都散发着一种低调的奢华感。而当我们走进露天温泉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真的让我们完全震慑。不只是景色壮观，更是因为整个造景设计得太精致、太美了，仿佛置身在一个现代北欧神话场景之中。现在是星期4早上10点多，人非常少，比起布鲁拉宫平均非常多。这里的水真的非常清澈，比起前2个去的蓝湖或是米湖温泉，都是能见度高的水，但这里的水是完全清澈，可以直接看到脚底，看到地板。
我们去塞里亚兰瀑布，小塞里亚兰。随着时间越接近中午，池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想要享受清闲安静的 Sky Lagoon 的话，建议早点入场。那温泉中当然也有酒吧，可以买到好喝的调酒。而来到 Sky Lagoon， 一定不能错过他们最有特色的7步疗程。从我们踏入地热温泉时就开始了第1步，接着我们上岸到旁边的洞穴里进行后续的疗程。第2步就是在岸上进行冰冷池的冲击。厉害哦，很跳哦。第3步我们来到室内做桑拿，他们有2个超级大又超安静、超漂亮的桑拿房，搭配2个超大的落地窗。静静地看着外面的海浪，身体跟心灵真的都获得了放松，而且因为真的太漂亮了，实在非常舍不得离开这个空间。接着来到第4步冷雾领域，我们走进一个像是仙气弥漫的小空间，整个人被冰凉的雾气包围。最酷的是，因为光线照射的角度刚好，居然出现了一道淡淡的人造彩虹。在这种冰凉又梦幻的氛围里，明明只是冷却一下身体，却觉得好像穿越到奇幻的电影场景一样，舍不得离开。接着我们来到第5步的身体磨砂以及第6步的蒸汽时，我们会拿到1小杯 Sky Lagoon 特制的矿物磨砂膏，在身上轻轻的按摩，淡淡的香气加上刚泡完温泉后的暖感，整个人像是进入一种疗愈模式。磨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进旁边的蒸汽室，让热气慢慢打开毛孔。最后来到第7步清水淋浴，把刚刚的磨砂膏和汗水通通冲掉，整个人就变得清爽又轻盈。更棒的是，走出来后还可以在休息区喝上一杯冷冰冰的 Soft， 那是一种冰岛的传统果汁饮料，酸酸甜甜的，超解渴。完成7步疗程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主池，在无边际的热水中好好的再放松了一下。那时候整个人已经进入一种安静又轻盈的状态，只想静静看着海，享受这片刻的平静。画完之后，我们就有回到更衣室盥洗整理，准备结束这趟冰岛的最后一段行程。如果有来雷克雅维克的话，真的非常推荐来这个 Sky Lagoon 一次。我们泡完 Sky Lagoon 了，真的超级棒，是我觉得这一趟最棒的温泉，里面的造景都非常美，而且还有那个7步疗程做完以后，真的觉得全身都获得了按摩啊，然后皮肤也变得很清洁的感觉，所以真的非常推荐。OK， 我们现在真的要离开冰岛了，准备上飞机。冰岛真的彻底震撼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我相信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站在冰川上，还有火山虎口俯视的那一刻，那种因为眼前的壮丽美景而感动到落泪的感觉，以及在冰河湖上乘船时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宁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动。走在米湖山区时，我仿佛能感受到地球正在呼吸，还有南岸那些气势万钧的瀑布，一个比一个震撼。就连开车在路上，每一个转角风景都是一场视觉的飨宴。如果你这辈子有机会，一定要来冰岛一次，这里会开阔你的眼界，也会重新唤醒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动。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 Vlog，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帮影片按个赞。有任何关于行程或冰岛旅游的问题，也欢迎在留言区找我聊天。我们下一部影片见。